马上开始了，还有1分钟。辛总，这预约的人怎么这么少啊？只有13个。投流做到位了吗？连续指领1周了，每次活动都是这样预备的，哪次没有1000也有800呀？辛总，时间到了，开始吗？开始。Hello，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。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专场，有喜欢高级私定的，或者有喜欢高品质顶奢的宣纸文创的家人们，你们今天真的有福气了，有超大超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呢。不说话潜水呢。粉丝朋友们先不要着急，今天下午的首场直播，我们会一个一个的重磅推出。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先把关注点起来。现在呢，我们进入暖场环节，我们先给支持关注我们的老粉、新粉朋友们炸一波福利。23、25，只有22个人了。这场直播的峰值不会超过50个人，成交量就更别想了。就这么弄啊？能卖出东西才怪。怎么会这么差？这问题出在哪儿？欣姐，我觉得现在更着急的是怎么跟董事长解释啊。这产品投入也不小了，效果这么差。解释没有用的，董事长还在潜水吗？刚刚已经推出去了。绣册呢是古代南齐的文人雅士首创，那个时候啊，将五经抄写成极小的卷轴，或者呢是绣册，收纳于装头巾的小金箱里面，便于携带，或者呢便于阅读。后来啊，就逐渐的演变成了皇权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顶奢文玩。为什么说是顶奢呢？封皮的绢帛是出自于苏州的名家之手，全手工织的。内页呢，也是宣纸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永年。宣运千年，宣纸邮票278，绣册399，是人册600。这怎么那么贵啊？999。立即购买。密码。成功了。买什么了？啊？没买什么，我就看看电脑买什么东西。不会撒谎就别撒谎。你一买东西，我这儿就有显示，999，密码只有你知道。这儿，你那手机上能控？哼。啊，我就自己的一点小秘密。你还有秘密？明儿我把密码就换了。国家非遗传承人宣永年亲手捞制而成，所以啊，今天看到这场直播的家人们真的是有福了。今天呢，因为是首播，所以啊，我给大家放了一波大只有漏。3个人想买。有想要的在公屏上扣1，有多少人想要，就会有多大的漏，好吗？哎，停吧，那个你把这关了，怎么关？关！张总，这个直播呢？你不还播什么播啊？都播了几个小时了，才卖出3单，还好意思播吗？张副总，你干什么？你清不清楚自己身份？我什么身份啊？啊，是董事长不让播的。这直播之前都跟你们说过了的，让你们要做好调研，什么阿猫阿狗的你们都
都让播呀？这么做是有损大宅形象的。哎，住手！我跟你说两句。干什么？哎，你给我说，哎呦，来，打人！我干什么？我打人！不能打人！你不能打人！冷静点，别动手！哎。行，关了吧，今天不播了。我来吧。我自己来。我没事儿。镇上明确要求视频号1个月涨粉500，你倒好，1个月20-30，1个月20-30，给我凑份子的。主任，就这1个月20-30，都把我家7大件子8大衣一网打尽了。您要是再想多要啊，小女子实在是做不到了。别再跟我演戏了。咱们部门考评为什么垫底儿，就是你这样给拉下来的。你说说你们两个啊，一个净捅娄子，一个光拖后腿，你说我这个主任该怎么干呢？哎，别招我啊，我可没惹您呢。主任，我这些天每天都在大街上拉人，你看把我晒的，我妈都不认得我了。要不行这样，您给我拨点经费，我去菜市场摆摊，加1个粉丝领3个鸡蛋，这总行了吧？庸俗。那我是真没办法了，您光让马儿跑，还不给马儿吃草。拉人只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内容。你看看人家的文章怎么写：凤头、豹尾、猪肚子，开头抓人，结尾有力，中间内容丰富，言之有物。再看看你写的文章，不知道从哪儿抄的2篇2把刀写的会议稿。老太太学跳舞，干干巴巴，扭扭捏捏，谁愿意看？我错了，廖主任，都是我不好，拖了咱们经发办的后腿，我的错。光知道错还不行，你得改，你得努力，知耻而后勇。是，您说的都对。回去吧。好。老满，什么？诚心堂只要复课了？真的假的？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！鄙人定将全力支持，共襄盛举。等你的好消息。无言独上西楼。哎，廖主任，廖主任，你就别上楼了，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吧。对呀，这样挺吓人的你。咱们的视频号不愁没粉丝了。啊？没有一点瑕疵啊！看在眼里，舒坦到心里。老全呐，想不到我捞了一辈子的纸，还能亲眼目睹澄清堂纸的风采，值了。东坡志林中啊，记载过苏轼的一句话：“李主诚心堂纸，今时不复有也。”而同时代的欧阳修，曾经送了2副诚心堂纸给大书法家蔡襄。蔡襄喜不自胜，彻夜无眠，
评价此纸，肤如卵膜，坚洁如玉，滑如春冰，细密如茧呐。关键是，这么宝贵的纸，欧阳修又是怎么搞到的呢？这里面啊，又有故事了。扬州太守刘长到晋陵去，有幸得南唐后主李煜的遗存诚心堂纸100余套，刘长送了10副给欧阳修。当时啊，欧阳修位高权重，刘长巴结上司嘛，可以理解。轩叔叔，这纸怎么会这么薄呢？这个纸呢，4尺斗方，重5克。5克？这么算的话，1刀4尺，只有2斤。我的天哪！那我们日常捞的这个4尺1刀都在5斤左右，这差距太大了。所以说，复刻它才难呀。你们现在懂我意思了吧？你们2个把这个选题抓住，一个抓视频图片，一个写文章，跟踪连载复刻诚心堂纸的全过程，还愁视频号不火吗？太好了！好什么好？几个钟头快拍呀！哦。老轩啊，我知道一提这红星厂啊，你心里就不舒服。可这个事儿呢，我觉得对你、对红星厂都是好事儿，所以我这不就再来烦你一次吗？红星厂最近接了北京博物馆的一个订单，订单上的要求啊，跟诚心堂纸是非常接近的。厂里技术部门搞了1个多月，进展不大。听说你在研发诚心堂纸，董事长的意思呢，是让我先跟你来沟通一下，看有没有可能我们2家联合研发，做一款呢联名纸，于公于私，这个我都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。满师傅，什么样的修复要用这么薄的纸呢？好，晚清时李鸿章搞洋务运动，在上海呢建立一个机器造纸局，也就是中国的第1个机器造纸厂。这机器造的纸呢，反酸非常严重，还用了不到100年就存不住了，手一碰啊，就像米粒儿一样碎掉了。这种纸害死人呐！民国很多的历史文件、重要资料，包括梁启超、徐志摩、鲁迅、蔡元培等等这些大家的书稿和信札，用的都是这种纸。这么重要？这一定要整。轩师傅，我这次来呢，也代表站里面。我们红星厂啊，是全国宣纸行业的代表性企业，您也是国家级传承人。如果你们2家能够合作，那可是珠联璧合、功在千秋的大好事。好，我考虑考虑，将来可能在历史上还留下一段美谈呢。廖主任，老板师傅，我和师傅复刻这个诚心堂纸也才刚刚开始，能不能成功，这还是未知数的。师傅对这件事儿本来就很严谨审慎，确实是需要时间考虑一下，希望你们可以理解啊。我们肯定理解呀，复刻诚心堂纸啊，姿势体大，你们2家合作又声势浩荡，万一最后虎头蛇尾，大家都下不了台，这就很难看了。所以啊，考虑周全是必须的。永年，你也别有什么压力，想好了呢，跟我或者廖主任告诉一声。好，宣买成千年纸。廖主任，主任，啊，满师傅，你们2个跑出来搞什么？去蹲点搜集素材啊！
是主任，您还不让我们回去了？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们做呢。还有新增的2家线上商贸企业，还要让我们配合申报材料呢，还要跟各个村协调，还有什么电商平台注册，还有全镇的食品安全大检查，各种事儿呢。要不这样，主任，您同意我们其他事儿都不做了，我们就扎在这儿也行。古话讲，慈不长兵。你看我给他们俩都惯成什么样子了啊！哪项工作都不能落下。你们2个分工，该出去办事办事儿。这儿必须给我留一个人。主任，只要我们现在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抓住这个宣传点，咱们的视频号一下子就起来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有事打电话。老曼，走。不，廖主任，廖，走吧。他让不让人回来了？纸帘的帘丝细了，那就要求捞纸师傅的手艺更高了。是啊，它一细呢，再加上软，这帘子的承重性就会怎么样？弱啊。是啊，那么捞出来的纸，它那个纸浆啊就往中间聚，就会出现厚薄不匀。而成心堂纸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又薄又匀，所以二者有矛盾，难度还是比较大的。师傅，师傅，嗯，咱们和红星厂做联名纸的事，您是怎么考虑的？不考虑。师傅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凡事啊要往阴上看。我们复刻这成心堂纸，不就是为了要恢复宣家的荣光吗？人家红星厂毕竟是国营，资源、实力在业内的话语权都不是咱们私营厂能比的。如果我们能借力的话，可能对宣家会更好。宣家多少年了？红星厂多少年？没红星厂，宣家的荣光就没有了吗？我不是这意思。宣叔叔，看来修复这批民国文献真的很重要啊。宣家1000年传承，您呢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那自然是责无旁贷呀。可是，红星厂有资源，有技术条件，还有专门全套检测纸的专业仪器。那我们要是合作起来的话，是不是成功率更高？对呀。而且，在大师面前，咱们的个人恩怨，旁边不能放。红星厂的大门，我是一步都不会迈进。谁说让您迈进去了？咱们厂难道不能研发吗？对，玄叔叔，他们求咱们，他们得过来。哎呀，依然这个想法好啊！师傅，我代表您去和他们谈合作，咱们出技术、厂房和原材料，他们的人和器材可以过来啊。研发的是我们宣家和红星厂的联名款，那自然要谋一个好的福利，对吧？这以后都是有分红的。那必须的。哎呦，师傅，您终于点头了。那我直接就去和老满师傅对接了。他们上我这儿来，我就同意。好，还得是薛师傅胸怀宽广。等我们复刻了成心堂纸，再努力的拉回松鹤斋。等这2件事都做成了，那恢复宣家的荣光就指日可待了。还是你们厉害。哎，薛叔叔厉害。这台是测纸张匀度的仪器。哦，匀度，嘿。这台是测纸张耐折度的。哦，捞了一辈子宣纸了，还不晓得这宣纸还有这么多名堂呢。是啊，你都没见过，那我就更不知道了。还得说是人家国营厂，
还有这台是测纸张拉力的。哦。哎，张栋，你把手撒开，你别碰，碰我也赔不起你。吓我！这是测后仪，我之前用过。他说这么新。新娘，忙，老薛，哎，老马，哎呦，你瞧你这风风火火的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3位呢是我们厂子里头负责理化技术分析的啊。这是庞工，你好，哎，这是小程，这是小刘，小刘。董事长，你说的我都明白，但是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宣纸文创是一片蓝海，那我们大雅斋已经走在最前面了。而且我依然坚定地认为，宣言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。是，您说的没错，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是过于乐观了，但是现在事情远远没有到不可以接受的地步，我们可以转变思路，重新出发嘛。好，您放心，以后的每一步我都会谨慎小心的。再见。打完了，来自己过来看看，财务刚刚统计完的，我们做了5000套的文创产品，连工带料加上一些额外的损失，50万就这么没了。张副总，你连门都不敲就兴师动众来问我，你搞清楚你的位置，你没有资格这么质问我。行了，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！我今天来就是问你，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如果这是董事长的意思，你让他亲自找我谈。嘿，出去！你再胡搅蛮缠，我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。我告诉你，欣然，要不是因为那小子跟咱们大雅斋有合作，我能饶了他？你看看，你也看看，我给打成什么样了？就他那小体格子能打过我？今天我把话撂这，这件事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的。宣言和大雅斋合作出了点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恨不能全镇的人都知道了，就你不知道。那孩子是你亲生的，这不是你在马路边上捡的。行了，撞撞南墙，走弯路，对他就有好处。说老实话，他搞那些文创啊，他本身就不是个常事儿。你干嘛去？我看我儿子去，没人疼他，他妈还不能疼他吗？够厉害的。儿子，妈来看你来了。去哪儿呢？诚心堂纸啊，薄如卵膜，所以最大的难点是，既薄且韧。我想提醒大伙儿啊，千万不要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。要想让它成功啊，你不经历一番曲折呀，那是不行的。拿出大家的本事来，要小心翼翼地做，它一定可以做出来的。啊，师傅，哎，无论遇到任何困难，我们都会过去的。
罗班总，怎么样？还是你来领衔吗？哎，我哪行啊？这还得你来呀！别别争了，经国订单的要求你最清楚，啊，有什么困难，咱们再商量解决嘛。好，大家记着了吧？明白了。好，现在干吧。加止药，再加，加不少了。再加。这只要就是猕猴桃藤汁吗？对，那加那么多干嘛呀？啊，只要啊起到一个润滑悬浮作用，能使纸呢更接近成型汤纸的平滑效果。纸太薄啊，少了的话，捞出来就不均匀喽。哦，好了好了，谁长脸，谁抬脸啊？我可以长脸。你，马哥，哎，抬脸好。叶师傅，我没问题。这玩意是技术活，我能捞得成。你刚捞几天吃，没个10年8年的功夫，这不闹着玩的吗？行，你捞。叶师傅。张度是吧？你长脸，我给你抬脸。谢谢，谢谢满总工。你看这张纸的纹路，再看这张，这是咱们做的。也薄。要我说，这2张纸都差不多，就算是通过了。来看看。云纹太多，糊了。这还不行吗？这问题出在纸浆不够细。纸浆我早上去看过，这比起我们车间的细多了。因为它薄，所以它要求更细。可是这再细的话，只能用豆浆机搅了吧？那样的话，纤维组织就不存在了。张朵，我们不是还做了一批舀皮吗？明天呢，再把它怼一怼。我现在就去，不等我明天捞。行了，都几点了？明天吧。没事，师娘，我不累。哎，只要说到捞纸，俩眼泛金光。一晚上没睡呀。昨天晚上他就没好好吃晚饭，忙着干活呢。
你们先溜达，我给孩子再准备点早饭去啊。慢一点。哎。我想起了我们老祖先曾经说过的2句话：千城玉碎非兴谢，一纸诚信见太虚。你说，什么叫千春玉碎？什么叫一纸诚信？老轩，这不就是吗？你有个好徒弟呀。行。俊言，哟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给你赚着钱，还砸了你的场子。没事儿，那都是张副总干的，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我觉得你应该需要安慰，所以买了点好吃的。我刚想给你发消息安慰你呢，你看。你内心那么强大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怎么样，原因找着了吗？我没找着，你应该是找着了，要不然怎么会来找我？那我就从搭档的角度跟你聊上几句，好不好？你大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要求我一下。那我闭嘴，东西送到了我就撤了。哎，别，搭档，咖啡。好。轩言，说实话啊，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，你太像一个设计师了。你呢，期待消费者能够理解你的设计理念，然后去跟你同频共振。但其实消费者要买的，从来都不是去理解别人啊，而是别人主动对他的理解。就拿我们这回做的木盒测页来说，这个里边呢有你对人生的感悟，对吧？对生命的理解，只要 get 到这个点的人，他就会觉得，一下我就被击中内心了，所以我愿意花大的价钱来买。但是，我们做文创，我们走的是大众渠道，我们能撬动的也只有大众市场，所以严格意义上面来说，我们是做产品的，不是艺术品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是想说，我还是太端着了，没把自己放下来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啊，褶子，有2道正常。这不正常哎，这每一张都有。哎，真是。轩言，其实你的才华呢，毋庸置疑。如果你不走商业这条路，其实你会是一个非常优秀、独立的设计师。但是，你已经选择走产业这条路了，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。有些时候，一定程度上面的妥协是很有必要的。不过，妥协我们不是投降啊，我们只不过是转换战场而已。哎呀，你没有必要哄我的，我只是感觉，挨那一拳呢，好像不是张副总，而是我。多正常呀！那换谁被这么戳破了，那不都得懵会儿吗？这样不会刷坏吗？这种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，真新鲜哈。红星厂每年任务多，千奇百怪的事儿见得多了，见怪不怪。一会儿呢，叶师傅每捞2、3张纸的时候，你们就在这儿按刚才的办法轻轻地擦一遍，保准没有任何问题。那这是什么原理？从前天开始，天气就降温了，猕猴桃藤汁加的多，气温一旦太低，渗水性就变差了。水珠呢附在这个纸帘上，就很容易出现皱褶和水洞了。哎，我之前设计的那些文创产品你都看了？全部看过。都不行。
我觉得你之前所有的产品都是基于一种创作逻辑产生的，那就是等待被理解。但是市场的逻辑是什么？是要你主动去理解。唉，我想到了一句名言：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，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，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。对照进去了吧？啊？希望我刚才说的只是温馨提示，不会伤害到你。那倒不至于，放心吧，我会改变的。单张12克，中了2克呀。理化指标都达标，就是克重问题。一张4尺，能控制在10克的话，厚度不会是问题。别看只有2克，你想把它减下来，非常不容易。师傅，哎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想办法让它降下来。差不多了。哎呀，怎么能让咱们家晒纸大师傅干这活呢？你起开！哎呀，我求你，秀梅姐，你快让他表现一下吧。秀梅姐啊，我这炒菜的功夫啊，不比晒纸差。哎，你看，没够用，还颠勺呢，看出来了。色香味全有了。对，看看咱们宣家的男人，又能主内又能主外。这批纸现在最薄的是10.9克，一共有几张？目前达到11克以内的就这7张了。最薄的10.9克。刘年，不行的话，让老满跟叶叔他们捞几张吧。啊，慢慢来做。啊，老轩呐，我急的呀，嘴上都快起泡了。你说说啊，造成新堂纸这么大的事儿，不是给张度练手的时候，等他练成了，那得到猴年马月呀。别着急，急也没用啊。你们说，换张度，他能同意吗？哎呀，他要是同意，我们还用来找你呀？是啊，这张度这小伙子，他心实，你在这个节骨点上你把他换了，还是有点伤他的。老满在红星厂当总工，他最明白，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像张度这样爱纸的，培养一个不容易啊。是啊，小满也算是一个憨厚、能耐得住性子的人，可比起张度来，缺的是认真和执着呀。可这个要时间和技术的，再给张度一点时间吧。但是这样呢，就会耽误和延误你们的时间了。那都不碍事儿，我呢，乐得成全啊。手烂成这样，也不吭一声，疼吧？不疼啊，师娘，没事。还不疼？我跟你说啊，手上抹了药膏，再放在碱水里，就跟没抹一样。听师娘的话，歇2天，不干了啊！哎，歇不了，师娘，马上就要成了。成了又能怎么样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能落着什么？不干了啊！回头我跟老满还有老叶说，让他们去干。不行，师娘，诚信堂纸必须得是咱们宣家自己人捞出来才行啊！跟你师傅一样的倔。别再见水了啊！哎，师娘，药膏留着用吧，不够告诉我，我再买给你。谢谢师娘。
小鱼、小满，你们多干点儿。你看张东的手都成了什么了？别玩了啊！好嘞，没事。哎。 叶师傅，玩帘的时候稍微轻一点。谢谢啊，师傅。好了，怎么样啊？素材倒是够了，但是我不得不说啊。 张度他是真牛，3天3夜没合眼，3天啊，疯了吧他？张度，张度。 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溪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又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 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？只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 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溪。纸上阡陌写丹青，方寸之间有真气。愿以世间多风情。